大家好，29岁的肖战呢，在你所热爱的事情上继续发光发热，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笑容永远干净的少年，我们一路见证你的成长，不曾缺席。自从肖战10月5日过生日以来呢，网络上关于他的消息就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生日那天，简直就像一场盛大的狂欢。不仅粉丝们为他送去了祝福，还有品牌方的宠爱，以及在剧组过生日的宴会视频也流出来，甚至这次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2字开头的生日，而他也在微博上发寄语，送给29岁的自己，同样也送给粉丝。工作室也为粉丝送来了很多的福利，难得的18宫格肖战的寸头写真，真的帅极了。最近在肖战生日之后，经历了一些风波之后，又让肖战的粉丝成了舆论的中心，也让肖战再一次变成了大家口中抵制的人。虽然还怎么对他的体制一直没有相处过，但是这次却从粉丝身上下手，造谣他们在川美校门口聚集，并且涂鸦乱画，甚至这件事情还登上了重庆新闻网，但是新闻官方发布的却是重庆的还粉丝和肖战清白的新闻。即便这样呢，黑子们也仍然不死心的继续抵制，他们觉得只要有肖战名字存在的地方，一定会让他们再次抓到把柄，进行无脑黑。就像那些2次元配音演员为肖战送祝福却被黑的边疆、乔世宇、杰大等一样，同样遭受了网络暴力。在这个网络的虚拟世界，那些键盘侠们拼命的找存在感，可悲又可怜。虽然大家很不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也对他们的行为做法感到气愤，可是我们毕竟改变不了他人的一些所作所为，只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态，去不理那些声音，做我们认为自己对的事情。肖战当然又有好消息，获全球最性感男人排行榜第1名，海外粉丝好给力，但同时也都是这些让人难过的消息，肖战呢也获得了好消息。除此之外呢，在泰国和菲律宾的一些知名网站上都有看到他的相关话题词条，看得出来海外路人和粉丝的支持。果然，肖战的长相是符合全球饭圈文化的审美的。记得2019年的时候，他就是第1名。如今呢，再次登榜首，或许真的实至名归。毕竟他的盛世美颜可以转换的风格也非常的多样，就像现在他为了拍戏而有的新型寸头一样，为他增添了一丝硬朗。虽然29岁，但是他的活力和样子，说实话都不会有人相信。肖战又在全球上榜了，再次登泰国、菲律宾热搜，全球最性感。肖战的五官不是很硬朗，但却又不缺立体。虽然每一个五官都不是绝对出众的，但拼凑在一起却给人一种非常温暖舒适的感觉，而且能够塑造和适应各种风格。甚至之前还有专过学医和人体美学的人，用他们的专业术语去评价肖战的长相。总之，他的五官硬朗却不凌厉，温暖的气质又不阴柔，最重要的是从他的身上，从他的骨子里散发的那种纯粹干净的气质，让人感觉很舒服。凡是和他有过合作和接触的人，无论是演员、朋友还是导演，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好。这或许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最大的人格魅力之一。无论是为人处事、接人待物，他能够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如鱼得水，知世故而又不世故，这才是他身上最成熟和魅力的地方。相信这次肖战呢，这个排行榜第1好的成绩和数据，也会让小飞侠们感到骄傲吧。也希望肖战会有更好的作品在荧幕上与我们相见，期待他的微播剧，期待他的好消息。除此之外呢，管理所有粉丝，其实肖战是无能为力的。涂鸦事件呢，真相反转，个别粉丝呢其实并不无辜。10月5日呢，肖战粉丝迎来了1年1度的线下聚会，因为当天是肖战的生日，在四川美院新校区有肖战生日的无人机表演，所以大批肖战粉丝聚集到了无人机表演地，用这种方式为肖战庆生。川美涂鸦事件呢，回顾肖战虽然是现在圈内的顶流，但也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肖战的粉丝。
这次无数肖战粉丝聚集在四川美院，网友爆出原因是因为这次集会呢，把川美学生弄得苦不堪言。参与爆料的学生用“丧尸围城”4个字来形容当天的亲身经历。从乌压压一片的肖战粉丝画面来看，这个形容好像有几分像电影里的场景。四川美院的一大特色就是涂鸦墙，这也成为了川美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呢，肖战生日当天，有不少网友更贴称，因为肖战粉的聚集，不少粉丝在涂鸦墙以及明令涂鸦的区域呢进行涂鸦，不仅破坏了很多艺术涂鸦墙，还把肖战的名字和粉丝寄语涂得到处都是，严重影响了四川美院的环境。更有网友这样形容，肖战2字简直比牛皮癣还要牛皮癣。从这次川美涂鸦事件的影响度来看，这是又一次肖战粉丝犯众怒的粉丝行为。当然呢，活跃在网络上的路人虽然看到肖战粉做出这种过激行为的新闻已经不是1次2次了，但是看到川美涂鸦的事件呢持续发酵，看到很多网友对肖战粉嗤之以鼻的过激言论，感觉到这件事情呢越来越大。第二呢，肖战粉丝被冤枉，新闻出来辟谣，没扰民，没乱画。然而呢，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瓜吃到了深处，竟然发现肖战粉这次是被冤枉了。前面提到，这次肖战生日的无人机表演是在四川美院的新校区，具体地址呢是在新校区附近的西街，这也是粉丝的实际聚集地。从众多粉丝占领街头的画面来看，确实并不是在学校里面，而是在街上。而网曝的涂鸦墙呢，其实是在川美院的老校区，2个校区呢实际间隔35公里，车程大概在40分钟左右。而实际上，大部分爆出来的肖战涂鸦，其实是在允许涂鸦的老校区附近。无人机表演时呢，粉丝聚集的西街虽然人数众多，但并没有对绝大多数学生造成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网曝称肖战粉丧尸围城的这位网友，或许自己有密集恐惧症，或许他就是肖战的黑粉而已，或许呢，他只是想这样简单说一下而已。既然无人机表演选择了学校附近，那自然会对周围交通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和演唱会的本质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肖战粉丝集会这件事情本身应该需要大众谅解，因为这次牵连进了四川美院，所以肖战当年没有如愿考入川美院这件事情呢又再一次发酵。因为本质上肖战分数相差太多，所以这也成了许多网友的调侃之处。有了调侃，也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此呢，网络上关于肖战考美院落榜一事情本身应该是普遍现象。因为争议的发酵，也有个别网友称把你哥哥的考试分数翻3倍都不一定能考得上。这种带有严重个人情绪的言论，也成了争议持续发酵的主要因素。因为这本身是一个负面言论，经过死循环不断放大，也导致了肖战本人遭到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口诛笔伐。管理所有粉丝，肖战无能为力。其实呢，从227事件开始，就有很多人讨论粉丝行为偶像是否买单。虽然道德上肖战不需要替粉丝行为买单，但吃粉丝经济的肖战，实质上也确实极大的受到了粉丝团体的牵连。肖战的粉丝数量没人统计过，但可以确定的是，肖战的粉丝群体确实非常庞大，而肖战也无能为力去约束所有粉丝的行为。不止肖战不能，无论是娱乐圈一线还是18线开外的艺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而肖战的粉丝群体普遍都比较年轻，主要分布在20多岁左右。肖战拥有这样庞大的一群活跃的粉丝群体，而不能完全掌控粉丝的行为，对于肖战而言，想必经历227事件之后，也一定会如坐针毡。但也因为227事件的巨大影响，所以真正的小飞侠也懂得了收敛，真正知道保护肖战的粉丝，面对负面的言论也不会冤冤相报，而是选择理智追星，圈地自萌。因为只有这样，肖战才能一战到底。其实肖战粉丝的过激行为，网络上随便搜索
还有很多很多，但真真假假又有谁说得清楚呢？因为流量本身，无论是对其吹捧还是故意拉踩，对于背后推动者而言，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让粉丝能够做到理智追星，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对于如此庞大的粉丝群体而言，想要完全约束他们的言行，其实也是天方夜谭。因为肖战群体太过庞大，所以呐喊的队伍里混入黑粉，其实也很难做到自查自纠。其实还是说离作品近一点，离其他地方远一点，管好自家，理智追星，做好圈地自萌。当然呢，这些评论在互联网上也是随处可见。还有一个就是涂鸦事件真相反转，个别粉丝呢不无辜。从这次网上流露出的川美涂鸦的涂鸦来看，其实也并不是所有涂鸦都涂到了被允许的地方，因为有些涂鸦在护栏玻璃上，有些行人路上路过的街角，这些地方显然是不被允许涂鸦的地方。当然，这里举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偶尔还是会看到。对于这样不合时宜的涂鸦，肖战粉也不可能全部推脱给黑粉所为。相信在庞大的粉丝群体中，也一定会有不少真心喜爱肖战，但在自身素质上却是需要提高的粉丝。圈地自萌指的是粉丝只粉偶像，在合适的地方支持偶像，不和其他明星比较，不去争论大众不同的审美和意见。显然这里的圈子是自我约束，是圈出一个虚拟空间，而不是用涂鸦的方式影响社会的整体美观。理智追星是整个社会的呼吁，皆因粉丝过激行为造起。同时呢，希望本质上是没有人希望肖战受到牵连，切忌一切大众对肖战抵触情绪的起因。同时呢，希望肖战粉丝都能向偶像学习，不断约束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某些想要通过抹黑肖战来获取经济利益的黑粉，能够懂得什么是发网恢恢，疏而不漏。好，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